伯母啊，蓉儿只是想感谢一下徐三哥而已。蓉儿啊，老三呢，他不吃这个猪肺汤，是他没口福，你别和他生气啊。这汤老三不喝，就你和你二姐一起喝吧。刘荣气得不轻，要再说话，却被他二姐给拉走了。小妹，娘说的是，既然三哥他不吃猪肺汤，咱们吃那也是一样的。一回到屋里，刘氏的脸色立刻就黑下来。蓉儿，你怎么回事啊你？二姐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歇了再去招惹三哥的心思，你怎么不把二姐的话当回事啊？下午你说要炖猪肺汤，二姐就觉得奇怪，没想到你居然还真是给老三炖的。你是要气死你二姐我，你才高兴是不是？刘荣也正有气儿没处撒呢，砰的一声，他就把手里的碗重重地扔在桌子上。二姐，你现在满意了吧？邢哥哥现在根本就不理我，我送去给他的汤，他一次也没有喝。明明是我该嫁给徐行的，凭什么要让那个姓顾的女人抢了我的邢哥哥？他不喝才好呢。他一个成了亲的男人，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成天往他跟前凑，算什么？二姐真想看看你这脑子里成天里都装的是什么。一口一个邢哥哥，那徐行有啥好的？你是想做寡妇呀，还是想给他做妾？要不是你是我亲妹妹，我还能管你这破事儿？这次就罢了，你要是下次再往那个徐行跟前凑，二姐就把你送回娘家去。这边刘氏在骂着刘荣，另外一边刘荣和刘氏两个人离开之后，徐行和顾青青两个人也一同回了他们住的屋子。对了，相公，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村里现在时不时就有人来找我给他们看病，我想给他们开药方，但是我会写的字不多。你想学写字？我想学一下写字，到时候要是再有人来找我瞧病，那我就可以给他们写药方了。顾青青说完，发现徐行只是打量他，并没有说话。你不同意我学写字？青青，你要是想学写字，那我就教你啊。徐行同意教他写字。顾青青站在旁边，见徐行从床底搬了2个大的木箱子出来。相公，这里面是啥？徐行没回答他，当着小媳妇的面将2个箱子都分别给打开了。当顾青青看见徐行木箱里的东西之后，书。徐行从里面挑了一本书拿给顾青青说，这本书上什么字都有，还有注释，你想学写字，只要把这本书上的字都学会了就行了。顾青青随手翻看了一下，不由得心中一喜。她发现徐行给她的这本书类似于现代的词典，有了这个东西，其实她只要将这书本上的字学会，那就什么字都会写了。顾青青翻看着手上的这本书，很是欣喜。徐行又把纸和笔都给她铺在桌子上，拿起笔，顾青青照着书上的第一页写了2个字。顾青青盯着纸上的字，皱着眉头。就在这时，徐行突然从身后握住他拿着笔的那只手，徐行热热的呼吸就在他的耳边，下意识的顾青青就想躲。别动，青青，看着。说完，徐行就握住小媳妇的手，再次将他刚刚写过的2个字依次写了一遍。可会写了？顾青青小脸有点热，接着又点了点头。顾青青这次照着徐行刚刚教他写的2个字，认真的一笔一划的写起来。写完后，顾青青下意识的抬头去看徐行。有进步。这也夸？他记得徐小山和他的字差不多，徐行好像从来没有夸过徐小山一句，怎么到他这儿来就变了？哪个字不会啊？没。顾青青摇头，又再次握着笔认真的写起来。晚上，顾青青躺在床上，觉得有点冷。深秋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徐家还住在山脚下，夜晚有山风，更是比白天还要冷得多。你很冷吗？有点。徐行整个将顾青青给抱入怀中。这样还冷吗？顾青青被徐行这样抱着很不舒服，下意识要推开他，却被徐行牢牢地抱在怀里，一动也动不了。青青，睡吧。这样被徐行抱着，顾青青很快就一点也不冷了。徐行的嘴角也往上勾了勾。徐行一大早就去了红衣楼做事儿，
只是在徐行走后不久，顾青青却发现刘荣好像要回去。刘荣走的时候还狠狠地瞪了顾青青一眼。顾青青没想到刘荣居然这么快就走了，这倒是她意料之外的。不过顾青青可没空管刘荣。昨天徐行给顾青青的那本书，顾青青今天打算好好的看一下。顾青青回屋之后，刘荣又不想走了。二姐，我可不可以再多住2天再回去啊？小妹，你昨晚上可是答应了我，今天就回去的。刘荣昨天晚上是答应了他二姐今天回去的，可当早上远远地站在树下看见今天的徐行的时候，刘荣就又不想走了。刘氏是过来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刘荣的心思？怕刘荣再去招惹徐行，刘氏再也不敢让刘荣在徐家待下去。蓉儿，二姐也是为了你好，你是我亲妹妹，你犯糊涂，我可不能由着你胡来。那徐行确实模样本事都是出挑的，但他却是个病秧子短命鬼，二姐可不能看着你做寡妇。听到寡妇2个字，刘荣嘴里也一下没了话说。好了，蓉儿，你放心，爹娘和二姐都会帮你找个好人家，找谁不比一个病秧子强啊？你说是不？刘荣最后还是被他二姐刘氏给送了回去。张氏倚靠在门框上，看着跟在刘氏身后的刘荣，一脸的不屑，撇着嘴：切，徐行那个病秧子，除了模样好点，能有啥用？活了今天没明天的。那个刘荣成天往徐行跟前凑，也不怕晦气。倒是没有管那个刘荣的事儿，张氏有些天没看着荤腥了。他如今肚子里怀着儿子，不吃荤腥怎么行？张氏今天打算去镇上买1斤肉回来给自己补补。香儿和云儿见他们娘要去镇上，2个小姑娘也想去。张氏当然不会带着2个赔钱货跟她一起去集市，打发2个孩子去地里挖野菜，张氏就自己一个人去了镇上。今天徐小山没有去学堂，村里的学堂小半个月会让他们休沐1次。顾青青在院里练完字，徐小山也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顾青青旁边，跟他嫂子一起练字。梁氏坐在旁边看着徐小山写字。嘿，老三媳妇儿，别说啊，你这字倒是写的比小山好。娘，夫子昨儿还夸我了呢。哦，夫子夸你什么了？夫子夸我背书背得好。梁氏锅里煮着甜汤，于是笑着起身，一个人给顾青青和徐小山都盛了1碗。家里的几个孩子，梁氏也都叫过来，每个孩子都给他们盛了碗汤。老三媳妇儿，娘煮的这汤你吃着如何呀？顾青青一边吃着一边点头。娘煮的汤可好喝了。几个人正说着话，五弟徐明轩回来了。娘，你又做了啥好吃的？哟，赶巧了，娘啊煮了醪糟汤圆甜汤，锅里还有，这就给你盛上1碗去。要2碗。顾青青抬头就见跟在五弟身后的居然还有一个男的。嫂子，这是和我一起在镖局做事的兄弟。顾青青笑着对来人点了点头。梁氏也从屋里盛了2碗甜汤出来。徐明轩3两下的功夫就连汤带水吃了个干净。外面好像有人。徐小山说完，大家同时都看向门口。刚推开门的楚七七一个人往里走，不仅脸上黑漆漆的弄了一脸的泥，连头发都是乱糟糟的。啊，老三媳妇，那不是你妹妹吗？不仅是梁氏，顾青青也有点诧异。大姐，快去救娘和三姐。七七，娘和三姐怎么了？娘和三姐都被奶他们给关进柴房了。奶和大伯父他们把娘和三姐锁在柴房，还不给他们吃的。什么？那楚家人又把娘和三妹关进柴房了？七七，到底怎么回事？奶他们为何把娘他们关进柴房？奶要把三姐给卖了，三姐不肯，奶就把三姐和娘一起关进了柴房，还说要饿死他们。岂有此理！这是没有王法了吗？那楚家人也未免太歹毒了些。顾青青还来不及生气，就见楚七七眼皮一翻，突然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七七醒醒！大姐，
琪琪也好饿，琪琪快2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楚七七虚弱地说完，再次晕了过去。顾青青看了看徐家人，又看了看怀里晕过去的楚七七。虽然顾青青也担心她娘和三妹，但是顾青青现在还是决定先给楚七七喂点吃的。老三媳妇儿，你妹妹她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就是惊吓过度，再加上太久没吃过东西，这才晕过去了。娘，锅里可还有醪糟汤圆汤？啊，有的有的。劳烦您去帮我盛1碗过来。顾青青看着楚七七弄得脏兮兮的小手和小脸，又去打了一盆热水来给她擦擦。顾青青看着楚七七那双满是伤口的小手，那楚家人还真不是东西，七七不过就是个孩子，那楚家人竟对他下如此毒的狠手。梁氏很快就把醪糟汤圆汤给顾青青盛了1碗过来。顾青青叫醒了楚七七，准备喂给她吃。楚七七睁开眼睛，看见有吃的，小姑娘立刻伸出一双小手扒拉着碗边，凑上脑袋大口大口就喝了起来。2天没吃过东西的她，饿得看见东西就狼吞虎咽。顾青青忙给她拍了拍背，让她慢点吃。梁氏见楚七七被饿成这样，也有些于心不忍。哎呦，孩子，你慢点吃啊，吃完了屋里还有，管饱的。梁氏知道1碗肯定不够楚七七吃，忙又去给楚七七盛了1碗过来。楚七七接连喝了3碗之后，锅里剩下的也都被她吃完了。还饿吗？顾青青屋里还有早上剩下的2个馒头，见楚七七说还饿，顾青青又把那2个馒头全都给了楚七七。吃过东西，楚七七算是恢复了一点力气。大姐，我们快点回去帮娘和三姐他们也2天没吃过东西了。五弟，可否劳烦你陪我走一趟？楚家人多势众，他要是一个人带着楚七七回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呀。徐明轩本来就打算陪顾青青回去一趟，当下立刻看着顾青青点了点头。我也同你们一起去。好啊，那就有劳宋兄弟了。娘，那我们就走了。哎，赶紧去吧，去吧去吧。哎，老五啊，照顾好你三嫂他们啊。娘，你就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不会让嫂子和伯母他们有事的。徐明轩在镖局做事儿，不仅力气大，还会几招拳脚功夫，他一个人就能打5、6个，寻常一般人可都不是他的对手。顾青青本来打算把楚七七托给梁氏，让他帮忙照看一下，但楚七七那个丫头执意要跟着顾青青他们往回赶，于是徐明轩便背着楚七七那个小丫头，连同顾青青一起赶往楚家。沈氏和顾宁秀都被关在柴房里，几个人赶到楚家之后，直接就往楚家的柴房去。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堂姐回来了呀！身后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顾青青一回头就看见了楚红杏。这楚红杏是楚家3房陶氏生的女儿，那陶氏嫁到楚家的第1年就给楚家生了个大儿子，所以陶氏很快就讨了楚老太太的欢心。楚家的几个亲孙女儿，楚老太都看不惯，却偏偏对楚红杏好得不得了。顾青青看着那个楚红杏，眼睛微眯着。这个楚红杏以前可没少欺负这个身子的元婶儿。哼，大堂姐，我还当你已经病死了呢，没想到啊，你居然还活着。是吗？只是堂妹你这都还没死，我又怎么会死呢？楚青青，你这个贱皮子，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反了你了，竟然还敢和我顶嘴了。楚青青，既然你没爹教你规矩，那我今天就替你爹好好教教你。对着顾青青的小脸，楚红杏就要打下去。啪的一声，顾青青甩了甩手，楚红杏半边脸都快被顾青青给打麻了。楚青青，你这个贱皮子，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楚红杏气急败坏就要打回去，这次却被顾青青一把扣住了手腕。我打的就是你。顾青青捏住了那个楚红杏的麻穴，被顾青青捏住手腕之后，楚红杏一下就动弹不了了。楚红杏双眼瞪着顾青青，
要是目光能吃人的话，顾青青早就已经被楚红杏生吞活剥了。还有，你给我记住了，我姓顾，不姓楚。以后你要是再敢来我跟前嚣张，我见一次打一次。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他娘和妹妹出来，就松手将楚红杏甩了出去。楚红杏就被顾青青甩出去，脚下一个踉跄，就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躺着。楚家的柴房锁着，门上还上了锁。顾青青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了看徐明轩，只见徐明轩往后退了几步，再接着上前猛地一脚踹上去，就把柴房的门给踹开了。屋里的沈氏和顾宁秀都被捆了双手双脚。大姐，大姐，你怎么回来了？青青，青青，你没事吧？宁秀和琪琪上次回来告诉娘，说你病已经好了。青青，孩子，你的病是真的好了吗？顾青青走到沈氏和顾宁秀的旁边蹲下，连忙帮他们解开身上的绳子。这时听见楚红杏又在外面叫嚣，说要找他算账。只是这会儿宋武站在柴房门口挡着，那楚红杏连柴房的门都靠近不了，更不要说进来了。顾青青扶了沈氏一把，徐明轩也把顾宁秀给扶了起来。娘，三妹，我们先出去。沈氏本来身子就病弱，这2天多又没有什么东西吃过，更是虚弱的走不动了。没办法，徐明轩只能过来背着沈氏出去，而顾青青则是过去扶着三妹顾宁秀，楚七七跟在后边。顾青青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见楚家人全都围过来。大姐，怎么办？楚青青，你这个小贱蹄子，好啊，真是反了你了！打了红杏不说，现在还来把楚家的门都给拆了。今天老婆子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不可。老大、老二，你们去把那个贱蹄子给我绑了，看老娘今天打不死他！顾宁秀看着他大伯父和二伯父2个人往他们这边走过来，顿时吓得腿都在哆嗦。顾青青感觉到顾宁秀的害怕，当即拍了拍他的手，给了他一个别怕的眼神。大哥，青青他只是个孩子，你们别和一个孩子计较啊！楚老大和楚老二都没将沈氏放在眼里，看都没看沈氏一眼，2个人过去就要把顾青青给楚老太抓过去。只是这2个人还没走到顾青青跟前，就被宋武一手给拦了下来。哼，哪来的小兔崽子，滚一边去！我楚家的事，你一个外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宋武冷冷地看着楚老大，并没有让开。你这个臭小子，你说听不懂人话还是耳朵聋了？好狗不挡道，不知道啊！握了拳头，楚老二就对准了宋武的脸，就要一拳挥下去。嘿呦！楚老大见宋武把自己的二弟给打倒了，当即也握了拳头要去揍宋武。同样的，楚老大的手都没碰到宋武的衣角，就被宋武一脚踹翻在地。楚家人见宋武连续将楚老大和楚老二打翻在地，这下哪还能忍呢？全部一拥而上要去收拾宋武。徐明轩见楚家人全部都冲上来，于是放下身后背着的沈氏，徐明轩也赶紧上去帮忙。没2下，楚家人就全都被打得四仰八叉的翻在地上。还有要来的吗？楚家人全都在地上乱滚乱爬的，有了刚刚的教训，爬起来之后一个个的不敢再上前去。拍了拍手，徐明轩回头去看顾青青，却见沈氏突然晕了过去。三嫂，伯母没事吧？应该是和七七之前一样，饿得太久晕了过去。我们现在先把伯母背回屋里去。当下一群人一起往沈氏他们住的屋子走。屋里有一张床，徐明轩把沈氏背到床上。顾宁秀虽然没晕过去，可看得出来顾宁秀也是浑身乏力。顾青青看着沈氏和顾宁秀这样，当下决定现在就去给他们弄点吃的来。问了顾宁秀，顾青青发现他娘竟然什么吃的都没有。楚家以前没有分家，但是顾宁秀刚刚告诉顾青青，楚老太就在前2天将他们母女3人全都分了出去，只不过除了几个破的锅碗瓢盆，那楚老太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分给沈氏母女3人。
想了想，顾青青身上有铜板，当下抓了一把铜板出来给徐明轩。五弟，劳烦你去附近的农户家去帮我买一点吃的和粮食回来。徐明轩点点头，拿着顾青青给他的银子快速地跑了出去。顾青青问顾宁秀，楚家人怎么突然把他们分了出去？大姐，楚家人已经收了那个张麻子的银子，他们打算把我卖给张麻子之后，就把娘和七七母女二人分出去。七七还小，娘又病弱，楚家人不想被娘和七七二人连累，就找了一个由头将他们分了出去。什么？张麻子？三妹，那楚家人要把你嫁给张麻子？顾青青一脸的不可置信。那张麻子40好几的人了，算下来做顾宁秀的爹都可以。大姐，我不肯同意，那楚家人就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后来娘来帮我，娘身上也被打得受了伤。大姐，奶说要是三姐不同意嫁给那个张麻子，就要把三姐给打死。大姐，那天大伯和二伯一起来打三姐。大姐，那天大伯和二伯一起来打三姐，三姐真的差点就被大伯和二伯他们给打死了。我宁死也不从，奈何大伯他们害怕闹出人命，真把我打死了，他们就一个铜板都捞不到了，所以最后就把我和娘一起绑起来扔到了柴房。三妹，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楚家人把你嫁给那个张麻子的。大姐，可是奶他们已经收了张麻子的银子了，他们是肯定不会再把银子退回去的。大姐，明天张麻子就会来楚家接亲，楚家人肯定会把我交出去。三妹，那楚家就算是收了银子，可是那又如何？只要这个银子不是你收的，那楚家人就别想把你嫁出去。可是奶他们不把银子退回去，张麻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善罢甘休那又如何？银子是谁收的，就谁嫁过去。楚老太他们收了银子，那就楚老太和他孙女自己嫁去，关三妹什么事？再说了，现在楚家都已经把他娘和三妹他们分出去了，那楚老太就更是管不了他三妹的亲事。现在他三妹的亲事，除了他娘谁都说了不算。姐妹二人说着话，很快徐明轩就从外面回来了。让顾青青想不到的是，徐明轩除了买了一点大米回来，还买回来蔬菜和肉。太好了，有了这些，我就可以给大家做吃的了。肉，三姐，你看有肉。顾青青看着顾宁秀和楚七七姐妹二人的模样，就知道她们肯定很久都没吃过肉了。三妹，七七，我现在就去煮饭，一会儿你们和娘就都有肉吃了。顾青青提着肉就要去煮饭，顾宁秀也起身想去帮忙。三妹，你坐着别动，大姐去做就行了。徐明轩和楚七七两个人都跑过来要帮顾青青。小丫头之前在徐家吃饱了，这会儿又有点活蹦乱跳了。于是顾青青就把菜和肉都给了小丫头，让小丫头帮忙将肉和菜都洗出来。至于五弟徐明轩嘛，顾青青则是让徐明轩帮忙生火。另外他娘和三妹那边有宋武在那门口守着，楚家人也不敢再过来。顾青青动作麻利的洗锅生火煮饭煮菜。见顾青青他们都去送饭了，宋武一个人坐在灶房，倒是也不好先动筷子，于是坐在那儿决定等顾青青他们回来再大家一起吃。沈氏躺在床上已经饿晕的他现在还在昏迷中。顾宁秀闻见香味，看见了顾青青手里的饭，立刻就想起身去拿。三妹别动，我来喂你。伯母醒醒，伯母快醒醒。五弟，我娘醒了吗？还没有。徐明轩说话间又拍了拍躺在床上的沈氏。醒了醒了，伯母你醒了，来把饭吃了。肉，这是肉。沈氏简直不敢相信，他居然能吃到肉。在楚家，除了逢年过节，平时那是一点肉腥沫子都看不见的。就算是有肉，那也是先紧着楚老太的儿子和孙子吃。沈氏和他那几个孩子在楚家人眼里那都是外人，
平时饭都吃不饱，更别说那么金贵的肉了。伯母，是的，真的是肉。你看，这是猪肉炖粉条，碗里还有呢。顾宁秀这边尝到肉味儿，也和沈氏一样不敢置信。顾青青把筷子给他，结果顾宁秀吃得太急。三妹，慢点吃，锅里还有呢。碗里的要是不够，我再去锅里给你盛。三姐，这儿还有烤红薯，大姐烤的红薯可甜了，七七已经尝过了。七七乖，你三姐现在要吃饭，烤红薯七七先吃，一会儿等三姐吃完饭再吃这个。楚七七乖巧地点了点小脑袋，还说她先把烤红薯给娘和三姐抱着，一会儿等三姐和娘吃。顾青青看着楚七七乖巧的小模样，又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小脑袋。顾宁秀很快吃完了碗里的饭，顾青青知道她还没吃饱，又拿着碗去了灶房。返回去，顾青青发现宋武还坐在桌子旁边，桌子上的菜全都没动过。宋兄弟，桌子上的菜你咋不吃？我等徐五哥过来和你们一道吃。宋兄弟，这饭菜都要趁热吃才好，你只管先吃，倒是不必同我们见外。顾青青让宋武先吃，宋武却并没有动筷子。宋武坚持说要等顾青青他们过来一起吃。顾青青见宋武坚持，拗不过他，最后也只得同意。顾青青再次把饭给顾宁秀送过去，恢复了一点力气的他也不要顾青青喂，自己端着碗拿着筷子吃。另外一边，沈氏吃了一碗就说吃饱了。楚七七立刻捧了红薯到沈氏跟前，娘，吃红薯，甜的。好吃吗？好吃。娘，这个红薯灶房里还有呢，你要是喜欢吃，我这就去给你拿一个过来。不用了，娘刚刚也吃饱了。虎弟，这儿有我，你也辛苦了，先去和宋兄弟一起把饭吃了吧。吃饭的时候，顾青青发现这桌上的菜，宋武和徐明轩两个人都不吃里面的肉。宋兄弟，虎弟，你们二人怎么不吃肉呢？嫂子，你煮的这个红薯好吃，我喜欢吃红薯。嫂子，你凉拌的这个萝卜丝好吃，我喜欢吃你凉拌的萝卜丝。而坐在顾青青桌子旁边的楚七七，这小丫头却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吃着她碗里的粉条。顾青青看到这儿，顿时明白了，她五弟和宋武两个人不吃肉，其实都是在把肉省下来给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和她三妹吃。顾青青在徐家并不缺肉吃，她其实也没有怎么吃桌子上的猪肉炖粉条。收拾了碗筷，顾青青又去看了看她娘和三妹。沈氏吃过饭，已经躺下睡了。三妹顾宁秀没有睡，看见顾青青过来，顾宁秀笑着就要起来，一动不小心触到身上的伤口。三妹，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是刚才不小心碰到伤口了。这些都是楚家人给你打的。只见顾宁秀的一双手臂全是淤青红肿，一双手臂还有血污和伤口。大姐，大伯和奶他们用好粗的棍子打三姐，流了好多血，三姐身上都是伤。那楚家人打的顾宁秀身上差点就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了。下这么狠的手，那楚家人可真不是东西。哎，没事的，大姐，我没事儿，你别担心。这次虽然比以前打的都要严重些，但在顾宁秀看来也是养一段时间就行了。顾青青却知道顾宁秀身上的伤和以前那些小伤都不一样，不仅要抓药来吃，还需要把身上的淤青红肿以及有伤口的地方全都抹上药膏才行，要不然顾宁秀身上的伤势恶化，说不定会闹出人命的。上次徐行给顾青青用过的药膏就不错，那个药膏的作用是消肿去瘀的，还有止疼的效果，给顾宁秀用刚刚好。只是现在那个药膏还在徐家，另外顾宁秀身上的伤也必须现在吃药才行。想了想，顾青青决定把五弟叫过来，想让五弟去镇上帮他三妹抓一副药来。至于那个药膏嘛，总不好劳烦五弟来来回回的去跑吧。思忖了片刻，顾青青决定让五弟在镇上顺便帮顾宁秀把涂抹伤口的药膏也买了。
今天顾青青身上带的银子还算足够，武帝和宋武二人这会儿都在楚家的院里，两个人本来在说话，看见顾青青从屋里走出来。嫂子，有事吗？武帝，有一件事确实要劳烦你一下。什么事？顾青青也没拐弯抹角，当即就把顾宁秀身上的伤这件事儿给徐明轩说了一下。这楚家人可真不吃东西。徐明轩骂完，抡了拳头就往楚家那边的院子里走了过去。武帝，你去哪儿？嫂子，我去帮你们好好教训一下楚家那帮混账东西。武帝，不着急，现在我三妹身上的伤要紧，还是劳烦你先去帮她抓药吧。三嫂，那楚家那帮混蛋呢？难道就不收拾了吗？武帝，楚家那群人肯定得收拾，但是倒不急于这一时。现在还是他娘和三妹的身子更重要。徐明轩听了顾青青的话，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决定现在就去镇上一趟，帮顾宁秀抓一点药回来。徐明轩走了，宋武却留了下来，要不然要是没一个男人留在这儿守着，就顾青青他们几个女人，那肯定不是楚家人的对手啊。楚家人之前在宋武和徐明轩两个人的手上都吃过亏，这些人这会儿都忌惮着呢。有宋武在，那楚家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三妹，你要是累的话，就躺着睡会儿吧。顾青青口中的话刚说完，就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在吵架，听着声音好像是楚红杏的声音。顾青青眼睛眯了眯，她还没有去找那楚家人算账，这楚红杏倒是自己先送上门来。楚红杏可不敢招惹宋武，没敢走过来，但却叉了腰在前面不远处大骂出声。嘿，顾青青，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男人都勾引到我们楚家来了，你自己不要脸不要紧，还不知道从哪儿去勾搭了一个野男人回来，也不嫌丢人。楚红杏越骂声越大，不仅骂顾青青，还骂顾宁秀。果然都是一个娘生的，姐姐不要脸，妹妹也是不要脸的小骚货。宋武的脸都快红到脖子根儿了，又气又怒的，双拳紧握，要不是看着楚红杏是个姑娘家，他早就抡着拳头上去揍上她几拳。顾青青走出来，直接走到楚红杏跟前。你骂谁呢？怎么啊，顾青青，你这个小娼妇，有本事勾引男人，却没本事承认啊！啪的一声，顾青青扬起手，一巴掌就重重地落在了楚红杏的脸上。楚红杏看着顾青青，不敢相信顾青青这个小贱人居然今天第二次打了她。好啊，顾青青，你这个小贱人，你竟然还敢打我，我和你拼了！楚红杏猛地一下往顾青青身上扑，结果顾青青身子灵巧的一闪，楚红杏不仅没有扑到顾青青的身上，反而再一次又被顾青青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抬起头，楚红杏目光猩红地看向了顾青青。楚红杏，我早就说了，让你嘴巴放干净点，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楚红杏这下算是彻底被顾青青给惹怒了，疯了一般的要去找顾青青拼命。只是这次被宋武一脚踹翻在地上，楚红杏被踹得四仰八叉的躺着。哎呦，闺女啊，闺女，你没事吧？啊？你这个小贱蹄子，你长本事了呀，连你堂妹都敢打了。当初要不是我们楚家收留你们母女几人，你们早就饿死了。现在倒是好，老婆子养大了你，你不知图恩就算了，你个白眼狼，现在倒是找了个野男人和你一起来祸害我们楚家。陶氏将自己闺女扶起来之后，姓顾的，你怎么就那么歹毒啊？红杏好歹也是你堂妹吧，你打她还不算，呸，还不知道去哪儿勾搭了一个野男人回来，和你一起打她，你个不要脸的！歹毒？三伯娘，这论起歹毒来，我怕是还不如你和我奶呢。呸，小贱蹄子，你说谁歹毒呢？老娘可没你这个小贱蹄子歹毒。哎呦，你看看我家红杏都被你这个小贱蹄子打成什么样了。三伯娘，我不过是打了楚红杏2巴掌，你就心疼了？那我三妹呢？我三妹和我娘可是差点被你们活活给饿死。冰
冰寒的语气，莫名的让陶氏一阵后背发凉，就连楚老太也莫名的有点心虚了。还有我三妹身上的伤，你们楚家人打得我三妹浑身上下没一处好的地方，无论哪一点，论其歹毒，我可确实不是二位的对手。呸！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楚老太一阵心虚。楚家院外听见动静，也来了一些围观瞧热闹的村民，大家都在看楚家院里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这些年楚家是怎么对顾青青母女的，村里人都看着呢。楚老太听见村民们的议论，明天她可是要把楚宁秀那个小贱人嫁给村里的张麻子呢，害怕今天把事闹大，明天她再把顾宁秀卖了，会让全村人都说闲话。这下楚老太冷冷地看着顾青青，哼了哼，扭身就走。楚老太一走，陶氏和楚家人尽管不甘心，可没办法呀，他们都打不过宋武，只得全部跟着楚老太太走了。楚七七害怕楚家人，刚刚见楚家人过来，小丫头吓得躲在屋里头瑟瑟发抖着。听见动静的顾宁秀想起来，这才发现浑身都疼，特别是一动更疼得厉害，根本就起不来。三妹，不是说了让你好好躺着吗？大姐，奈何大伯父他们走了吗？三妹别怕，有宋大哥他们在呢，放心吧，楚家人不敢过来。大约1个时辰之后，去镇上买药的徐明轩终于回来了。不仅徐明轩，顾青青意外地发现跟在徐明轩身后的男人竟然是徐行。相公，你怎么也来了？不仅如此，顾青青见徐行手上居然还提了一大块的肉和几包用油纸包着的鼓鼓囊囊的东西。顾青青盯着徐行，一脸吃惊。徐明轩却在旁边笑着：赶巧了，我今天去镇上抓药，刚好碰到从鸿运楼回来的三哥，听说嫂子你在娘家，三哥就同我一道过来了。怎么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嘿嘿，嫂子，这可是我三哥第一次来见他岳母，要是他空着手来，那怎么好意思啊？不得带点肉和点心吗？难怪徐行会买这些东西过来，原来是因为这个。青青，娘呢？说话间，徐行已经走进屋里，把手中的肉和那几包东西全都放到桌上。楚七七站在顾青青身后，自从徐行过来，那小丫头的目光就一直盯着徐行提来的那一大块肉。相公，娘这会儿在屋里歇着呢。嫂子，这是我去镇上抓的药，按照你说的，内服外服的药都有。五弟，我三妹的事麻烦你了。嗨，三嫂，你和我还客气啥？你是我嫂子，那就是一家人，咱们自己一家人有啥麻烦不麻烦的？顾青青见楚七七那个小丫头馋肉了，想到徐行买过来的东西有点心，拿了一块给楚七七。楚七七自己吃，还不忘给他娘和三姐也拿一块过去。这边徐明轩拿了一个桂花糕来吃，还不忘给宋武递2块。顾青青知道徐行是从来不吃这些甜腻腻的东西的，自己拿了一块来尝。这桂花糕好吃。你要是喜欢，下次我再给你买。吃完桂花糕之后，宋武就说要走。顾青青一听，也不好再劳烦宋武了。宋兄弟，今天的事情有劳你了，要不是你帮忙，我们怕是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把我娘和三妹他们给救出来。三嫂，你这话可就对我见外了。明轩是我兄弟，你是他嫂子，你的事那不仅是他的事，也是我的事。你和我你不必客气，要是以后嫂子还需要我宋武帮忙的地方，嫂子尽管开口就是，只要我宋武办得到的，我宋武一定不会推辞。顾青青笑着道谢，送走了宋武，心里琢磨着，等他娘和三妹这边的事情解决了，也该让武弟去请宋兄弟来他们家里好好吃上一顿饭才是。送走了宋武，顾青青也没敢耽搁，桌上还放着他三妹的药呢。顾青青打算这就去把药给他三妹煎了送过去。楚七七很快返了回来，楚七七告诉顾青青说，娘不吃桂花糕，让她自己吃。顾青青看着楚七七手上的2块桂花糕，娘应该不是不喜欢吃桂花糕，而是故意把它留给楚七七吃。一会儿她再给她娘送一块过去吧。现在顾青青打算把药给她三妹煎好。徐行主动上前帮忙，徐明轩也过去问顾青青有什么需要她做的。顾青青把草药放到锅里，想到她三妹身上的伤还需要抹药，
当下就把添柴火的事儿交给了徐行和徐明轩。顾青青则是打算现在就去帮她三妹上药。走之前，顾青青还从桌上拿了一包桂花糕走。沈氏在楚七七去送桂花糕的时候就知道徐行来了，看见顾青青从外面走进来，女婿呢？娘听七七说女婿也来了。大姐，姐夫也来了吗？娘，三妹，相公确实是来了，不过这会儿相公他在灶房呢。青青啊，女婿可第一次来，娘不能怠慢了呀。娘不急，相公既然来了，一会儿总能见到。这桂花糕是相公特意从镇上买来带给你和三妹他们吃的，我吃着还不错，你也尝尝看。娘老了也不爱吃这个，这桂花糕还是你和秀儿她们姐妹分着吃吧。娘，相公买了好几包来呢，你就吃吧。娘，既然是大姐给你的，你就尝一口吧。听着自己两个女儿的话，沈氏这下没有再推迟，于是拿着桂花糕吃了起来。如何？好吃吗？青青啊，娘上次吃这个桂花糕还是你爹没死的时候。那天是燕哥的生辰，你爹也买了这个桂花糕回来给我们母子几个人吃。青青啊，今天你和女婿都回来，娘是该高兴的。行了，以前的事儿啊，咱们都不说了，都已经过去了。青青，这桂花糕镇上卖的可不便宜，就这一包，至少都要10来个铜子儿。你能和女婿来看娘，娘就已经很高兴了。下次可不行再叫女婿这么破费了。你们小夫妻2个人也要过日子嘛。女婿身上还有病，手上的银子省着点用，可别都花没了。娘，放心吧，我和相公有分寸的。顾青青要去给顾宁秀抹药，于是走到了顾宁秀跟前。三妹，我现在要帮你上药，这药可能会有点疼，你且忍一下。由于抹药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先让楚七七把屋里的门给关上。顾青青给她三妹妹抹药。三妹，很疼吗？大姐，我没事儿，你继续抹吧。顾青青知道这个药抹在身上会疼的，也知道她三妹是强忍着的，终于帮她三妹抹完药膏了。三嫂，药已经煎好了。相公和五弟帮你熬的药好了，我这就去给你拿过来。打开门，顾青青一眼就看见站在外面不远处的徐明轩。三嫂，药熬好了，你赶紧给你三妹拿过去吧。相公，五弟，那我去送药了。徐行嗯了一声，快去吧。另外一边，楚红杏从屋里出来之后，发现了站在院里的徐行。那男的是谁？莫非那个男的也是顾青青招惹回来的野男人？呸呸呸！不对，那个公子长得如此俊，怎么可能和顾青青有关系呢？坚决地认为站在院里的徐行和顾青青是没关系的。那个男的要是和顾青青没有关系的话，为何他会站在顾青青他们屋子跟前？楚红杏想过去，转念又想到了他娘和他奶对他的嘱咐。楚老太和他娘陶氏刚刚都在屋里嘱咐楚红杏，让楚红杏别再去顾青青他们那边招惹顾青青去。今天楚红杏连续2次都在顾青青手上吃了大亏，这让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呀？杏儿啊，这娘也咽不下去这口气嘛，只是要收拾顾青青那个小贱人母女，也不急在这一时。等明天把顾宁秀那个小贱人卖给那个张麻子嘛，用不着我们出手，张麻子都能把她给折磨死。至于顾青青那个小贱人嘛，她嫁了一个病秧子，等那个病秧子一死，她就成寡妇了，到时候徐家人不把她赶出来才怪。现在她可有帮手，还是个练家子呢，咱们一家都打不过那2个男的。你呀，暂且忍一忍，就等那个顾青青成寡妇没了倚仗，到时候还不是咱们想怎么折磨她就怎么折磨她。陶氏到底是年纪大，不比自己女儿沉不住气，不过她怎么都想不到，把顾青青嫁出去冲喜，反倒是还给那个小贱人冲了2个帮手回来。
只不过陶氏想到今天顾青青回来前后的变化，不由得心中觉得奇怪，顾青青这次回来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哼，今天就暂时让顾青青那个小贱人嚣张一下，我倒要看看她能得意到几时。楚红杏不甘心呢，却还是被他娘陶氏给拉回屋里去了。这边顾青青把药给他三妹送过去之后，沈氏不仅下了床，还说要去见见徐行。青青，女婿已经来了这么久了，娘不去见他，倒是失了礼数了。娘，这样吧，你要见相公，那我现在就把相公叫过来见你。考虑到了沈氏的身子虚弱，不好下床，顾青青决定去把徐行叫过来见沈氏。大姐，我和娘都没有见过大姐夫，你快去把大姐夫请过来吧，我和娘都想见一见。娘，三姐，大姐夫长得可好看了。七七说的，可是真的？女婿当真生得好看？大姐，大姐夫真的长得很好看吗？徐行的长相确实是好看俊美，对着沈氏和顾宁秀微微点点头。顾青青算是承认了徐行的长相是好看的，沈氏见自己闺女都点头了，不由得心里一阵欢喜。顾青青这样说，顾宁秀就更好奇自己的大姐夫的长相了，于是催促着顾青青快点去把他的大姐夫叫过来看看。徐行就在外面，顾青青出去叫徐行，徐行却只是看着他，并没有抬脚跟他走到屋里。青青，娘和三妹的屋子我进去怕是不妥。相公，娘和三妹现在都养伤，他们起来不太方便，你第一次过来总是要去见一下他们的，他们都说出来见你呢。要不是顾青青拦着，沈氏怕是早就拖着病体起来了。略微思忖了片刻，听了小媳妇的话后，徐行这下没有再坚持，而是跟在小媳妇身后一同进了沈氏和顾宁秀所住的那间屋子。沈氏和顾宁秀早就在屋里头等着了。沈氏在看见自己的大女婿的时候，整个人的目光都怔住了，不仅是沈氏，就连顾宁秀也恍惚了一下。徐行见过岳母。青青啊，快叫女婿坐下。沈氏上下打量着徐行，自己的这位大女婿竟然比他以为的都要长得好，再加上徐行是读书人，常年读书，徐行身上的气质干干净净，和村里那些粗野糙汉一看就是不一样的。徐行刚刚对他请安，表现的礼数周到。他之前还道大女儿嫁了一个病秧子，那是进了火坑了，没想到大女儿竟然阴差阳错嫁给了这样一位品貌都极好的相公。和沈氏一样，顾宁秀看见徐行也很是意外。大姐，这是大姐夫？没错，可是不是说大姐夫他是病？秀儿，不可无礼。大姐夫，我不是那个意思。无妨，我确实是有病在身。听闻女婿你身上的病，是痨病？娘，相公身上的病不是痨病，痨病是那些人误传的。哦，原来竟是误传的。女婿啊，既然你身上有病，也要注意好好的养着身子才是。青青，现在你可是徐家的媳妇儿了，女婿的身子不好，你也要好生照顾着，可别多懒啊，要不然娘可不饶你。他娘这话怎么感觉徐行才是他亲儿子？女婿，青青要是对你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你只管来告诉娘，娘帮你训他啊。娘，青青一直将我照顾得很好。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顾宁秀的事情还没解决完，他们要是离开了，那楚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顾青青和徐行三个人都决定今天就留在楚家，只是这住的地方却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他们母女几个人就只剩下一间屋子可以住了，
还有一间破屋则是灶房，没有住的。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都决定在灶房凑合一晚上吧。沈氏一听顾青青说今天晚上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要住在灶房，哎，那怎么能行啊？女婿他们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他们在灶房里凑合？青青，这样吧，要不娘把这间屋子腾出来，给女婿和徐家的那位小兄弟住。娘，你把这个屋子腾出来给相公他们住，三妹和七七呢？他们又住哪儿？这……大姐，我也可以和娘一起去灶房住，那七七也可以去。就算沈氏和顾宁秀他们都要去住灶房，但是顾青青不用问也知道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肯定不会同意这件事儿的。娘，三妹，相公和我五弟他们两个都是大男人，在灶房凑合一晚也不碍事。可七七还小，三妹身上又还有伤，娘你身子也不好，今晚你们哪儿都别想去，听我的，你们只管安心在屋里歇着，别的都不用管。沈氏再要说什么，娘，行了，这事儿听我的。青青啊，这屋里有几件破衣服，是娘平时穿的，要不拿去柴房吧，简单的给女婿和他五弟铺一下睡的地方。娘，他们都是大男人，你不用担心他们。这个衣服我一会儿可以拿出去，让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披在身上睡。大姐，那你呢？你睡哪儿？我也去灶房住吧。推开屋门走出去，外面一阵凉风吹进来，刚抬头就见徐行向他走了过来。相公，你怎么过来了？我听见有开门的声音就过来了。原来如此。很冷吗？顾青青还没说话，徐行就整个将她裹入怀中。娘他们都睡下了？刚睡。徐明轩本来已经躺在身后的柴火垛上睡着了，听见声音这才又醒过来。嫂子，你怎么过来了？今晚上我也住这儿。什么？嫂子你也要住这儿？三嫂，你不去屋里和伯母他们一起睡？我娘他们那间屋子太小了，住不下那么多人，我今天晚上也在这儿跟你们凑合一下。徐明轩给沈氏送药过去的时候，也去过沈氏他们住的那间屋子一趟，想到那间又窄又暗的小破屋子，徐明轩这下不说话了。确实那间屋子根本住不下几个人。五弟，这衣服你拿去，虽不抵事，但披在身上晚上也能稍微挡风御寒。嘿嘿，嫂子，我皮厚身体好，也不怕冷，这衣服还是你和三哥拿去用吧。三哥身上有病，嫂子你也不比我们男的，肯定经不住冷。二人说话间，屋子突然一下亮堂起来，只见徐行坐在灶堂下生了一堆火。三哥，你生火做什么？晚上冷，我生个火堆，一会儿你坐在火堆的旁边就不冷了。哎，三哥，嫂子没来之前我也冷，怎么没见你帮我生个火堆啊？你不是说你不冷吗？五弟，你要是冷也过来烤火啊。嘿嘿，嫂子，我不冷。不是说冷吗？不用管他。顾青青走到火堆旁坐下来，果然一下暖和了不少。徐行也搬了一个凳子坐在了顾青青的旁边，谁也没说话。火光将顾青青的小脸映得红红的，困意上涌，顾青青的身子往徐行身上靠。徐明轩躺在柴火垛上睡不着，只是他坐起来刚要说话，就被徐行一个眼神给制止了。徐明轩睡不着，一个翻身跳起来，也跑到徐行旁边坐下来烤火。徐行抱着小媳妇儿，旁边的火堆徐行也一直看着，时不时的往里添一点柴火。三哥，你不睡吗？你要是困了就去睡吧。哎，那地方硌得慌，我睡不着。我看这桌子还可，你去趴那桌子上睡吧。三哥，那你呢？徐行却是看着怀里的小媳妇儿没说话。得，他这三哥一副不打算睡的样子。也是啊，他三哥怀里还抱着他嫂子呢，也不方便睡。天色逐渐大亮，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夜的徐明轩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一扭头，徐明轩这才发现徐行还坐在那堆火堆旁边。
只是徐行跟前的火堆已经燃尽了。听见声音，顾青青也缓缓地睁开眼睛。醒了？相公，我昨天……嫂子，三哥他昨晚上怕你冷，可是一夜都没……徐行给了徐明轩一个眼神，这下徐明轩也没有再往下说。相公，你昨夜怎么了？徐行还没说话，外面就传来了楚老太的大骂声。顾宁秀，你躺尸呢？今天是你出嫁的好日子，你不知道呀？一会儿那个张麻子就要来接亲，你快点起来打扮打扮。好歹今天也是你出嫁的日子，也不知道早点起来收拾梳洗。果然是个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一点规矩也不懂。听见声音，顾青青和徐行二人相互看了一眼，徐明轩已经从灶房走了出来。顾宁秀，还不快给老娘捆起来！今天你还嫁不嫁人了？老婆子我可是费心费力，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好不容易才给你找了一门这么好的亲事，你可不要给老婆子我不识好歹。屋里的沈氏和顾宁秀母女三人听见声音都被吓得不轻。娘，奶和大伯他们会不会又把三姐绑起来呀？不会的，你姐夫和你徐五哥都在，别怕。楚老太叫骂了半天都没把顾宁秀给叫骂出来，倒是把顾青青和徐行三个人给叫骂出来了。顾宁秀呢？还不快点把他给老婆子我叫出来！没看见时辰不早了，一会儿张麻子来接亲，要是耽误了吉时，到时候不吉利，可别怪老婆子我没有提醒你们。顾青青，奶可是好不容易才给三妹找了这么一门好亲事，那张麻子可是村里的屠户，又在镇上卖肉的，跟了他这辈子都短不了肉吃。你三妹要是嫁给了他，那可是你们顾家祖坟冒青烟了，8辈子才积来的福气，你可不要不识好歹。一会儿张麻子就要来接人了，赶紧去把你三妹叫出来。是吗？既然这门亲事这么好，那你就去嫁给那个张麻子好了。这等祖坟冒青烟的好事，我三妹怕是无福消受。那个张麻子的年纪都大得快能当他爹了，顾青青这小贱人竟然敢说让他去嫁给张麻子。呸！你放屁！红杏她怎么能嫁给那个张麻子呢？要嫁也该是那个顾宁秀嫁。怎么就不能了？顾青青反问。顾青青，你要是再给我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堂妹，不是你说的嫁给那张麻子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这种积了8辈子大德的好亲事，你要是错过了，那多可惜啊！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闹闹哄哄的声音，原来是那张麻子吹吹打打的叫人抬着轿子来接人了。听说死了几个老婆的张麻子又要娶媳妇了，还跟了不少来瞧热闹的村里人，一时间楚家也热热闹闹的围满了不少人。张家已经来接人了，还不快去把你三妹和你娘都叫出来！一会儿要是误了时辰，看我怎么收拾你娘和你三妹！楚老太狠狠地警告了顾青青一番，这才满脸是笑地走过去迎接张麻子。哎呦，张爷，你来接人了！我家宁秀一早就起来了，就等着张爷你接她回去呢。楚家人这会儿都去迎张麻子去了。这边顾青青听见身后有声音，一回头竟然发现沈氏和顾宁秀2个人从屋里出来了。娘，你们怎么出来了？青青，怎么办呢？那个张麻子已经来接人了。娘，三妹别怕，有我和相公他们在，奶他们休想让张麻子把人接走。可你奶他们已经把张麻子的聘银都收了呀。母女2人正说着话，那楚家人已经把张麻子给迎了过来。顾青青看着那跟前的张麻子，浑身的肥肉
常年杀猪卖肉，这个张麻子刚走过来，顾青青就闻见一股的腥臭味儿。你们楚家人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了今天把顾宁秀嫁给老子吗？这他妈蓬头垢面的，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害羞呢？张爷，你也知道我家宁秀年纪小，大姑娘第一次嫁人，能有几个不害羞的？张爷，你说是吧？宁秀啊，虽说你不是我亲孙女儿，可到底也叫了我老婆子这么多年的奶，在楚家奶爷早就把你当自己的亲孙女儿似的。张爷是咱们村里的屠户，在镇上还有一间肉铺，村里张爷家里那可是修的7、8间屋子的大平房。你要是跟了张爷，不仅能吃得好住得好，这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张家这样的好婆家，那可是多少人想攀都攀不上的好亲事。也就咱们家宁秀福气好，只是秀儿，今后你跟了张爷过上好日子，也别忘了老婆子我的好才是。我不嫁。你这个孩子说什么混话呢？哪有姑娘家大了不嫁人的？行了，好了，也别闹脾气了，赶紧上花轿，可别把吉时给误了，那就不好了。我不嫁，我是不会嫁给那个张麻子的。娘，上次你就差点害死了青青，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把秀儿给卖了的。人群中一听神师说楚老太要卖顾宁秀，都在窃窃私语。呸！卖什么卖？老婆子我那是给你家宁秀找了一门好亲事，我费心费力的为你女儿着想，你这个当娘的不替你女儿着想就罢了，还不让我这个当奶的帮她打算。娘，你哪是给秀儿找了一门好亲事，你这分明就是把秀儿往火坑里推呀！秀儿才多大年纪，她连15都不到，那张麻子他都是快要50的人了，他都可以做秀儿的爹了。秀儿怎么能嫁给他？人群中又是一阵议论纷纷。张爷有哪儿不好的？他家里有房有地，镇上还有一间铺子。你家秀儿嫁给张爷，那就是等着享福的好命。哼，要不是看在秀儿在楚家叫了老婆子我这么多年的奶的份上，你以为老婆子我愿意替你闺女操这份闲心呢？张爷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你卖我三妹的这个事，这可是事实。大家看看我三妹这浑身的伤，可都是楚家人打的。为了逼我三妹嫁给张麻子，楚家人将她身上打得没有一处好地方。不仅如此，我三妹不答应，楚家人还把她和我娘绑在柴房里不给吃喝，差点饿死他们。奈何叔伯他们先是卖了大姐，现在又要把三姐也给卖了。奶，你不要把三姐卖了，求你不要卖了三姐。琪琪会听话的，会和三姐一起多做绣货去镇上卖，一定多给奶你们赚钱回来。你们不要卖了三姐，不要。人群中众人一听这话，这才发现楚家这家人可真不是个东西。先是卖了沈氏的大女儿，这又要卖沈氏的三女儿，就连楚七七这个8岁的孩子也要用来给他们楚家赚银子。人群中议论纷纷。嘿，这果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孙女儿，还真是可着劲儿的糟践呢。看，卖了一个还不算，这又要把另一个一起卖了呢。可不是嘛，我可是听说了，当初咱们村里来抓壮丁的时候，那楚家人为了不让自己的亲儿子被抓，就把那个顾宁秀的兄长给送了出去，现在连个音讯都没有，这一走都几年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这楚家人可真是够歹毒的呀，祸害完人家儿子不算，这下
连人家2个闺女都要一起祸害了。人群中议论纷纷，楚老太这面上这下也有些挂不住了。你们楚家人可是已经收了老子的银子，怎么着？收完老子的银子，现在还不想给人了？要是不想给人，那就把银子退还给老子。哎呀，张爷，您看您说的是哪里的话？我们楚家既然已经收了你的聘银了，那我孙女儿肯定是要嫁给你的。顾宁秀，张家已经下了聘了，你今天是不嫁也得嫁，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下聘？下了什么聘？老子可是白纸黑字给了你们楚家8两银子，怎么，你们楚家拿了银子还想赖账不成？我三妹和我娘可没有收过你半个铜子儿，这东西谁签的？你找谁要人去？上面还摁着你的手印呢，你们楚家今天可休想抵赖。张麻子也是个混蛋，说完就上前要去带顾宁秀走。嘿，哎呀，疼！张麻子想把手挣脱掉，却被徐明轩捏着手腕一动也不能动了。你谁呀？你这小子，老子劝你还是少管点闲事。那顾宁秀可是老子白纸黑字用银子买来的人，我带他走，那是去官府都说得通的。哼，我是谁不重要，但是今天你想从我徐明轩手上将人带走，那怕是不可能了。顾青青，楚家聘银都收了，就算你拦着，你三妹也是那个张麻子的人，还不如识趣点儿，早点把人送到张家去。是吗？可是我娘和三妹没有收过银子，那就怎么也轮不到我三妹去嫁。既然楚家收了聘银，那就谁收的谁嫁过去。你，楚老太这下被顾青青气得老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奶，这银子该不会是你老人家收的吧？楚老太黑着老脸没话说。哎呦，奶，你说你这都一把年纪了，我爷爷都还没死呢，你这就迫不及待的想改嫁了，连聘银都提前收下了，